想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去说一说，UP 这两天在我们的微博上去吃瓜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这两天在微博上啊，就有一种沉浸式的追剧体验。追的这部剧的名字呢叫《人民的公义》。有的网友就调侃说这个沉浸式的追剧体验啊，他追的其实就是一个《沉默的真相》加《人民的名义》的一个结合版。现在就是目前在微博上发酵的是比较火热的，所以各位和我一样想吃瓜的小伙伴，其实可以去一部微博搜一个叫李学正这个人的微博，或者直接打“人民的公义”这个话题，是能搜到这个话题的，然后就会看到很多惊天大瓜。那么我今天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有兴趣吃瓜的小伙伴大概稍微介绍一下我吃瓜的一个大概过程，因为内容太多了，我实在是叙述不清楚，叙述不完那么多东西，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还是要自己去看啊。我只给大家去大概介绍一下他的吃瓜的整个内容。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11月23号。11月23号的时候，中国演艺协会他在网上公布了第9批的警示名单。这个警示名单，演艺协会嘛，所以他进行的一个警示名单，就是说封杀劣迹艺人这个事情。这个劣迹艺人法制咖、吴亦凡啊，包括说有争议的人物，这个张哲瀚都在这个名单上。然后这个名单啊，它本来是要限制的是网络主题的一个直播，但是不知道为何就把这些非网络直播类型的人也纳入了他的这个名单里面。然后这个名单发出来之后呢，它里边有一个申诉条款。这个申诉条款说的大意是说，如果名单上的人对此处罚有异议的话，到他们这个协会的秘书处去进行申诉。就是这一条条款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是《人民的名义》这个剧的制片人，也是我们国家这个金盾中心的负责人主任。然后呢，引起他的注意的原因是啊，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民间协会他做出了一个处罚决定，对于他自己的行业做出了处罚决定，如果有异议申诉的话，按道理来讲，按法律规定来讲，是需要去到这个协会的上一级，就是主管单位、主管部门去进行申诉的，而不可能到这个协会本身的秘书处去申诉。因为如果到秘书处去申诉的话，它就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还有就是敲诈勒索的可能。这个是这个叫李学正的这位老师他质疑的一个点。那么可能有的人还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儿，它里面会涉及敲诈和腐败空间。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理解的例子啊，就挺通俗的，不高大上，但是可能方便大家去理解。比如说，咱们全中国人民都爱吃煎饼果子，然后呢，有人就发现煎饼果子这是个好差事啊，对吧？他就成立一个民间协会，要管煎饼果子，他们会有基本的规定，那么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进行。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家在做这个煎饼果子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华美食就是传承与创新。你像我们东北吃煎饼果子，我就要往里加辣条，但是这个协会它不让你加辣条，它成立协会之后，它就给这个商家发这个违禁名单，就是封杀他们这些加辣条的商家，不允许制作煎饼果子，终生不准再卖煎饼果子。如果你对此处罚有异议，你就来我的协会秘书处进行申诉。那好吗？那好，我们这些商家没有办法呀，对吧？我们就想加辣条啊，我们就去申诉。那申诉的时候，这个时候协会它本身是没有权限的，那么协会也有可能会告诉你说，那好，那你给我点钱啊，你给我点钱，我让你加烤肠，你再给我点钱，我让你加辣条。那你不交的，我就终身不让你卖煎饼果子。这就是所谓的说我们担心一个没有权限的民间协会，如果去进行一个处罚，又没有一个完善的流程和监管的话，它也没有文件去支撑它也没有基本的监督制度和规章和章程，那这个里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寻租空间，产生敲诈勒索。那主任不就是担心这件事吗？所以呢，这个主任就对这个协会它的权限，因为它越权了，民间协会是没有这样的权限去进行这样一个封杀的，并且它和我们官方比如说广电总局啊还有文旅局啊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它是冲突的啊。所以呢，这个主任就担心说，你没有权限，你没有资质，那你的处罚流程，你的决定做出的过程是否是合法的呢？那如果你是不合法的，那不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腐败或者说敲诈勒索的问题吗？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个主任他自己也是文娱口的，所以他就担心这种对行业的不利发展，所以他就发出了质疑，公开发出了质疑。那么公开发出来质疑之后，
群众，我们的网友就发现是这个道理啊，这个事儿它不对啊，是高度关注这件事儿。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样一个都可能没有资格的协会，它能够决定这个行业当中从业人员的生死存亡，它的权限如果这么大的话，那么这个里面的问题就非常之严重。所以这个事儿就在微博引起了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就好像我们说你去处罚一个东西，或者说你提出一个规定，但是你没有程序正义，你没有合法合理的这个程序，也没有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是没有程序正义，是无法保障结果正义的。虽然程序只是个过程，我们是个手段，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去达成这个结果的正义，但是你这个总得有个工具和过程嘛，那这个协会都没有，所以它就有着很大的隐患。大家也知道文娱口，比如说娱乐圈，它的这个资金流量有多大，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在里面，这是这个主任最担心的这个点啊，会扼杀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开始在这个微博上大量讨论嘛，然后他希望这个行业进行规范哈。如果说到这儿，这还仅仅是一个行业内部的专业人士质疑了一个行业的处罚规定的规范性、合法性和程序正义性的问题。如果说到这儿还只是这个问题，接下来的大瓜就越来越大，同志们，你就会越吃越兴奋。接下来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李主任啊，李学正，他在微博上爆料说，这个协会内部的人给他爆料，这个协会成立之初，他们开会就是开那个成立讨论会的录音，他们给录下来了，爆料给了这个李老师。这个录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说成立这个协会之初，就是看中了直播的这块肥肉，所以如果成立了，就每年光收这些需要直播呀或者需要从业的人的那个什么资格费呀，什么办手续啊，那个钱就老多了，大家可以想象就老多了，这是个会巨大的收益。所以说这个协会成立之初根本就不是为了行业发展，这个协会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敛财啊。这是李学正微博上爆料的内容，是别人给他的这个录音。同时啊，与此同时，咱们的网友就是朝阳群众就不断的在扒这件事儿，把这个协会啊真是扒的很多，然后就发现这个协会疑云重重，他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主席啊还是什么的，就他本身就是劣迹单位去发文说我要管劣迹艺人，哦妈，太好笑了。而且他们本身自己也在经营一些就是所谓的直播平台，也就是说这个协会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里边的问题了吧？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然后同时啊，这个协会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人联络到了一些人去给这个李学正这个主任施压，那大家又可以想象这个里面又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李学正的这个爆料里面，就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各大单位的关注。据这个李老师的微博自己说的，有这个政法口的，有纪检口的，还有就是包括说网络舆情口的，很多人都联络了他。包括这个协会自己的各个分会长期不满，现在就是要去反这个事情，要去出来就维护正义、维持正义，去推翻这个协会，就联系了他。所以到此，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说文娱行业自己行业要去稍微修正和质疑一下行业协会的合法性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反腐高度了，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非常严肃的话题。李学正的微博还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事情不断的曝光，对方给他施压未果之后，他还接到了境外电话的骚扰，就是境外的电话，所以呢，可能后续网友还要去扒他的资金是否有境外来源，这个事儿就更大了，同志们。所以我可以说，就是我这个里边非常多的瓜，我没办法给大家去详细介绍，所以我只能说只录微博，大家去微博上去搜这个话题，去关注这个李学正的微博，你去看他的这个内容，就是里面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里边还有就是网友为什么说觉得自己在沉浸式的追剧的是《人民的名义》第2部，追的是人民的公义，追的是沉默的真相加人民的名义的结合，是因为网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声援李学正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阻力啊，比如说上不了热搜啊。这个2个话题啊，其中人民的公益的话题大概已经有5、6亿了吧，4、5亿了吧，我没太去看啊，昨天看好像是4亿多，上不了话题啊，上不了热搜榜。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把李学正的这个微博的内容，比如说他的一些图片啊、一些文字啊，包括视频啊，如果转发到其他平台，就会被限制，就没有办法发出来，然后被删除。
啊，煽动理由也很搞笑啊。当然了，就像李学正老师微博提到的，就他也觉得说，其实这应该是个人的行为，不会是平台的意思，因为毕竟微博还是在允许它发生的，大家还是在大量进行讨论的。然后呢，我也听到一些网友的说法，就是说 B 站没有这个事儿的信息发不出来，B 站审核不给通过啊，所以其实我就挺好奇这件事情的。而且与此同时，李学正老师微博还报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协会为了反击，为了打击他，已经他们内部开会，这个也是被内部的协会的自己的人爆出来的，因为协会内部是不同意的，很多人是看不惯这些协会的不正当行为、不正义行为的，所以就在和这个李老师取得联系。然后呢，报的就是说他们为了打击他，要买通了一些水军啊、营销号啊，包括说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啊、公众号啊、什么 UP 主啊什么之类的，就类似的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多。买通了他们干什么呢？去给李学正老师扣帽子啊，给他扣帽子。为什么可以给他扣帽子呢？因为中选协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了张哲瀚，而张哲瀚这个事件当中就牵扯了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呢，这个舆论断案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们就是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网友之前可能有一些误解呀、或者说一些被谣言蒙蔽之后，会对这个事情很敏感，所以他们就想利用这个舆论点去打这个李学正老师，捂他的嘴。就是说，只要你提你要为中演协这个，你质疑中演协的这个名单，你就是为汉奸去辩护；你质疑中演协的程序正义，你就是为张哲瀚在洗白；你质疑中演协这个机构它可能有腐败问题，那你不是说在这个维护行业，你就是给汉奸给这个张哲瀚洗白，会想用这样的话术包装起来，去调动我们老百姓的一些朴素的情感，然后呢去捂这个维护这件事情，就是去追寻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这群人的嘴，就是扣身份嘛，扣帽子嘛，立场攻击嘛，泼脏水嘛，就是一贯舆论战里面的通用手法啊。这个是他这个协会内部的人员，他们去有分歧，然后去爆料给这个李老师的啊，爆料给李老师的。然后呢，其他网友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发这个消息的过程中，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给他们扣帽子。就是我就想试一试，我为什么今天开直播，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一直在 B 站玩的挺好的，我就觉得其实很多平台给了我们很多空间，也给了我们很多说让我们去表达自我呀，去关注社会议题呀这样的环境。我们现在就是在网络生活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一直在这儿玩的挺好的。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是不是真的像那些网友爆料的，真的就这么限制？而且我好奇的是，我不去发表个人观点，我只是去转发和陈述我吃瓜看到的事实，我只去描述李学正这个人微博上的内容，我不对个人去发表什么样的观点。而且我们探讨的和艺人本身没有关系，我不去关注具体艺人是谁，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娱乐问题了，但凡问题上升到反腐高度，它就绝对不是个体化的问题了，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关心的其实就是中演协这个协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是否有足够的合法权限和地位，它的所有的流程是不是经过法律程序认定的。那么还是说我的领导人，我因为你没交会费，因为你不想你坚持往煎饼果子里放辣条，你不符合我的利益，我就要给你扣一个屎盆子，我就要去给你定罪，然后呢，我就要给你去通过下水军还是下什么去引导舆论去给你定罪。我首先声明啊，我不为任何劣迹艺人洗白，我接受任何真正来自官方的定罪，比如说法律、法庭审判。但是我也同样质疑中演协它的合法程序问题，它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它是否有腐败问题，它是否有敲诈勒索的可能性。那么因为它的存在是不是可能对我们整个文娱行业去产生巨大的危害。比如说像韩国，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娱乐圈是非常的黑暗的，那么如果中演协一手遮天的话我可以拍脑袋做决定，对你就进行了这个舆论定罪了，舆论判案了，那么是不是以后不听我的话的艺人都会被审判？哇塞，我这个百家路好，我墙头老多了，那是不是我喜欢的所有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可能会被这个协会未来生吞活剥？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它不仅仅关乎的是人的权益，还是行业的发展，它已经上升到了是一个反腐的问题，是社会对正义的追寻的问题啊。所以呢，我就想试一试，我们是不是我只是单纯的讨论
关于程序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行业发展的问题，我的视频就传不上来，我就会被封禁。我想试试这件事儿，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做这个实验？咱玩一把啊！不行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咱就是一吃瓜群众，对不对？就想吃煎饼果子里放辣条，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来试一试，能把这个视频发出来，是不是真如网友爆料的那一样，B 站严禁这件事儿？因为据我所知，微博是给了口子了，微博是允许讨论的，即便它没有上热搜，但是微博的讨论量2个话题已经快10亿了，10亿的讨论量，关注度。那么而且今天这个今日头条已经可以发这个东西了，已经在讨论了，就是晒到阳光下嘛，对不对？该怎样就咱法治社会怕什么嘛？然后还有啊，我也为了验证这件事儿哈，我去搜了一下，是不是真如大家所说，我 B 站搜不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不是真的搜不到。就是非常少，非常少，有个别几个是直接转发上传的李学正自己的微博视频，就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李学正自己微博视频，这个有特别少。然后呢，还有几个视频带了李学正和张哲瀚的名字，但是我点进去看了一下，一个几十万的。因为我录屏的时候进来了电话，所以呢后面的就没有录上，所以我现在用语音给大家去补一下。就是我搜这个事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粉丝是几十万的这样的量的一个 UP 主，这个体量的 UP 主，他的影响力几乎跟小明星差不多。然后呢，这个 UP 主他的这个内容虽然好似也在探讨说李学正这个微博的内容，但是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一开始的屁股就是歪的。怎么体现他的屁股是歪的呢？第一，他在标题上还有他的这个视频封面上用的就是李学正为张哲瀚洗白，这个恰恰切合了就是李学正微博爆料的时候所说到的，协会内部人员告他有人要去泼脏水给他。也就是说，像我刚才视频当中提到的，直播当中提到的，李学正的这次对协会的正义不是为了任何个人，他只是在质疑程序正义，至于其他的和他相关联的事件，那是属于衍生事件，并不是李学正的一个质疑的主体和本身。所以这个事件其实就是程序性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甚至以及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腐败高度的问题。但是这个 UP 主的重点根本不在这儿。UP 主的一开始的标题，包括吸引人的角度，预先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讲，从这个大众舆论的角度来讲，给我们看视频的人、看这个标题的人植入的印象就是李学正在为张哲瀚洗白。然后他在讲完了这个标题的内容之后，他觉得说能不能洗呢？他念了一下张哲瀚的罪行，注意不是真的罪行，没有人现在给张哲瀚定罪。那么是他自个儿给张哲瀚在定罪，用的词非常之严重，用的是参拜。我在直播当中直接说到，大兄弟你真敢用词儿啊，这个词儿官方从来没有用到过，这个词的你的出现对你的同胞来讲是一种诽谤，但它绝对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是一种攻击。所以他在一开始就已经给他的受众去植入了这种不良信息、有失偏颇的信息，甚至可能是谣言性质的信息。我们坚决反对舆论定罪。今天被舆论定罪的是张哲瀚，明天被舆论定罪的可能是你我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并且这个用来定罪的舆论还未必是真民意。11月有几篇官方的文章就谈到的问题，就是要警惕假民意裹挟真民意，警惕假民意倒逼官方。而中远协方面的，他背后的不知道是什么人，想通过这种扣帽子、泼脏水、立场攻击这样的方式来去捂李学正的嘴，捂去其他追寻正义网友的这样的嘴的方式，已经是被曝光出来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说你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粉丝，那么你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你是不能有这样的提前的信息植入给你的受众的。你只需要去客观描述李学正他到底说了什么，李学正的微博在讲什么，他客观描述他整个过程就可以了。而且就像我在直播当中强调的，他这个话题啊，这个事儿早已经超脱出了什么所谓的粉圈，或者说某个艺人呐，和艺人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在目前阶段来看。所以你现在关注的应该是背后更本质的问题，关注的是李学正本身真正在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去盲目的给人家扣一个帽子，说人家在洗白，说人家翻案无望什么之类的。那么如果你现在这个阶段你不去探讨更深刻、更本质，对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更有价值的话，
话题，而是还去着眼于那个粉圈的明星啊，那一亩三分地的话，那么我真的有理由怀疑你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否也有所谓的利益关联？或者说，就像李学正他的微博上提到的，他已经接到内部他们的这个确切的消息，有人就是在买水军，有人就是在买所谓的这种公众号啊、自媒体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到底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我表示怀疑。